对，因为其实程之仪他们拿这张地图的话，我觉得是想要去打出效果的，在主场的一个情况下，先去拿到分，对吧？所以说呢，他们也是不会去省角色的。这张地图的话，你这个阶师是只能往墓地去牵制嘛，不然的话太容易干扰到队友的密码机了。所以说，基本上你这个选点出来就是好，这个点位的话肯定是直接去放娃，然后拉开，看一下要不要顺路先把这个娃给打掉。这边的话也是不想要去交一个围龙啊，就去给一刀。再利用自己的围龙直接偷袭本体，是吧？这边的话也是感觉第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对，而且感觉娃娃了。他的一个目标就是为了让娃娃尽快的去贴到密码机，而不是说先把自己保住。他觉得我牵制的时间是无所谓的，我就要去修机。但是这样的话，他本体会置于一个很危险的境地，两个笼子30秒倒地啊！有点过于快了，而且这里可以往 S 板去挂一手。对，这个点倒的有点太近了。一般来说，你可能往墓地的里面再扎一点会好一点。是的。如果说你直接倒到靠外面的话，可能会被清掉这个儿子呀。这里的话就比较容易的直接挂过来，然后再干扰你的娃娃，那你等于这个阶师可能还是修不了机啊。是的。放一个插眼，再赶过来，而且他打娃娃的话，前面是已经拿到一刀了嘛，所以说不交围龙也是可以把这个娃娃给击倒的。这选择用围龙穿越到后边把娃给清掉，那边的话爆点也是在卡一下观众效应，救下来，对，完成一个无伤救。那你剩下的这个1/4娃娃，其实感觉作用就不是特别大了，修也修不了多少，反而是会让你本体没有那么快的去拉开。这两个围龙又到了脸上，这个阶师的话是比较难26的。密码机的话，其实也只有2台半，而且古董商来到这个位置的话，感觉东西一个笼子就钻走了。哎，拆掉了，那有说法，能不能去机关枪 OB 一下，先吃一个秋刀？但是没有打到墙上，一个点刺戳晕了。哇，利用月龙的一个消后摇，直接去拿到这一刀。得让这个机械师玩偶赶紧再修一点。不过皮张他这个机关消的消耗也是比较快啊。看一下东玄这里要怎么样去处理他了，卡一下视野，直接用围龙把他给关起来呢，这样的话是可以成功上到2挂的。密码机的话，其实也是差不多来到3台半。感觉还是 OB 的时候发挥了一些作用的，拖了点密码机，不然的话，刚刚那个密码机确实有点太少了。不过现在的话，你这个救人，你又要去进行一个换位了。气象也是准备过来开一个化险为夷。这波需要去拖的时间其实还是有一些的。是的，拿一刀应该是能救的。哎，但是没救到，他是被卡住了，他绕了一个大圈过来，然后这一刀还震慑了。因为其实东玄他是没有时间去放一个围龙的，只要不吃震慑刀的话，他也是能救下来。但是没有想到啊，这一刀是非常极限的打到了。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外面需要去补的密码机其实还是有点多的。哇，东玄的手椅真的是非常细节啊！他最近的比赛里面经常是通过手椅去打出一个优势。这样的话，再回来守密码机，平常的古董商已经把道具给消耗完，感觉是要直接先给一刀，而且手上愿力很足。是的，下一波的话，其实一个围龙感觉就可以处理掉这个古董商了，本身已经是没有机关消了。这位置感觉要直接被秒掉了。想要回头找一下，还是直接找到守护人，因为他带了插眼，他是知道后面有个人的。但现在最好还是先自保吧。是的，月龙想让他续节奏。但这边的话稍微短了一点。求生者都是一个半状态了，现在需要气象给自己回个状态啊。这里还是拖出来了2个围龙，守门也是算是扛住一波压力。手还有一个铲子，提早去交一下。这台的话暂时是没有办法去修了，只能先去修外围。而且他们刚刚是气象直接起修了墓地，现在已经是有70了。对，密码机是很多的，求生者他们是一个剑走偏锋的打法。
但是一旦有人倒地的话，这个局势你就救不了人了。对，哎，我但这里的话是被骗回来了。是的，就这个打法的话，其实就是相当于我相信每个人都能牵制起来，不会给到一波挂野的节奏。没错。那你现在如果哎，但密有人倒码机这边地，期限量好像是能压好了。那边的话是直接下铲了，所以也是规避掉这一波的风险。对，那可以直接开。手上没有愿力，交了太多的围龙了。那这样的话，其实枯草感觉那个铲子还能再去拖点时间。是的，其实刚才可能选择去牵挂一下古董商会更好。那东玄是想要守住密码机去争一个多抓。心态的话也是有一点点受影响了。是的，这切闪现出来击倒守墓人。但是另外一边的门马上就要点开了。不过皮皮这样的位置现在是有一点点被架住了，就看一下东玄那边能不能排到。看一下古董商的一个选择吧，他也可以选择去外围蹲着，然后让东玄自己去找人，他最后再去博弈走这个地窖或者走门。但唯一的一个比较缺点的就是在于枯草它的一个淘汰进度还是太少了，是一个一挂嘛。现在可能需要我们的气象站出来去分担一下压力啊！一个围龙过来想包，还好站在了一个比较极限的角落，这样的话被强风给吹走，再去拖一波时间，千万不要当门皇。但是现在的话，其实古董商那边还是有点走不了。他在保持神秘啊，这个位置是比较难拍，但是耳鸣已经出来了，哎，好像意识到了这个很奇怪的耳鸣的位置，感觉不像在中场，反而是像在墓地的。果然这边耳鸣拉开，但被这个娃娃的耳鸣骗了一下。是的，但是回来的话又起了耳鸣，所以耳鸣一定是古董商的。对的，在墓地的里面，这样的话也是发现了古董商没有任何的道具，只有一个飞轮，跃龙过来。中场的一个地窖没有机会走，还是被击倒了。那这一局也是由监管者拿下了一个3抓出去。同样的也是选择了一把跛脚羊，不过这个阵容的话，其实会比较偏向于个人的牵制。是的。因为这个手的话也是把木偶师搬掉了嘛，所以他不是那种你 OB 下来可能还要继续拖，可能 OB 下来之后拖的时间也会比较短一些。看右边的话修机会比较方便一点。其实这样的话就是要考虑你本身的一个跟队友的作用，还是说优先自己的破译。点到了墓地，那是选择把甲门那台密码机给封锁住，而且可以直接拦住求生者进墓地的。哎，回来了。看一下我们的开局，这里是直奔着君傲天的弓箭手来的，应该是。是的，不过也是往左边看了一眼大龙，看一下你有没有给机会啊？江默难道想打一个偷袭吗？但是感觉还是得冲着君少天的弓箭手去。他的跛脚羊在这张地图是可以。不过这个点的话，想要去在独洞先插个眼追阿远了。对。阿远这个位置并不是特别的好，他是从楼上被骗了下来。那这样的话，感觉要直接在第一波板区给刀了。哇，这波的话是直接抽到一个平地刀，感觉还挺赚的，没有交。这样的话你可以加围龙过去。对。哎，放一个分身卡位，很细节，但是前面这个距离还是有点拉不开。但是还是想再去补一个围龙，废掉一波围龙还不错。魔术师的话，他这把是带了一个纯化险为夷，没有什么牵制天赋。是的，但是后来感觉还是有机会。哦呦，差一点点，看这刀能不能拿到。但感觉这一刀还是有机会。我最后的话是给他钻过去了，太秀了！再放一个魔术棒，再钻，再骗，这拆笼子，再骗一刀。但这里的话已经死的比较久了。真魔术师来了，博士也是细节打了一个落地刀。其实密码机的话，感觉也是差不多够了。远的话，他也这波废掉了很多围龙嘛，而且3个魔术棒都用完了，再的话又被拆了。香木有点着急了呀，这弓箭手已经赶到了，来，手上是有鳞片，直接补2件，还要进行一个挡刀，拆笼子还是被击倒了。这感觉魔师是一个一刀倒，他可以选择直接去扛的。拆笼子的话，魔师也是会被打倒的。而且感觉弓箭手那边的话，其实还带着一些道具跟飞轮，确实可以去 OB 的大胆一些。对的。不过前期的一个牵制也是比较优秀的，拖了很多时间。看一下这一波的一个救援吧。
我们好像也拿着守门人没啥办法，他想掏的话，只能给他掏了。不过下来的话还好，魔术师那边是没有什么牵制空间了。其实感觉两边星耀梦那边是一直在防范，然后阿远那边是直接拆，所以感觉节奏没有对上，处理的会比较久。主要是阿远的话，他前面那几波的一个围龙都是极限的躲刀嘛，他魔术棒都每一波都很精准的去挡掉了星耀梦的一个攻击。然后他这里也是选择防止你挂到独栋的一个遗产机加地下室，就直接往墓地最角落里面倒。后面的话已经有求者贴过来了，教授就在里面。星耀梦这里也不能去管一下密码机啊，管不了。只能回来先去把这个魔术师淘汰了才行。说稳稳救，要不要去陪跑一下呢？感觉是没有这个想法。但他捡了一个鳞片，哎呦，可惜有点着急。但是弓箭手来了，换人。是的，这就是你一追不追弓箭手你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啊。而且弓箭手那边道具也比较多，还有飞轮是个满状态，就很充足。现在有点没有办法去挂了。没错，就是想看能不能交一个围龙，但是贴墙了，他没有把它钻过去啊，很尴尬。对，这个笼子的话也是牵起来之后直接切了兴奋，但兴奋的持续时间不一定够呀，也是一个问题。打一个切肉刀，能来得及蓄力吗？能射中要害吗？火了，跑掉了。还行，还行，还行。但是开门战的话，其实就已经相当于是没有技能了。他现在得去争个3，感觉有点吃力。会比较难，因为已经把自己的底牌给交掉了嘛。所以他想要去先管住这个密码机。对，看能不能先把自己的愿力拖一拖，然后打一下球里的状态。也是先把守门人打出一个铲。但他们剩下的密码机离得还是比较开的，因为剩的3台是红蝶亭、甲门跟墓地。没错。所以感觉你要管的话有点难管，而且你拖的技能其实也是底牌切过的一手兴奋。这里连交了2个围龙去处理守门人的话，也是把红蝶和那台密码机给让出来了嘛。不过沟通上面是选择了要抢红蝶亭的这台吗？应该是要抢的，就放弃了远端多的了。对，能压好。我刚刚炸了一下，又少了一点，那现在想直接赶走。3的进度，这样的话2个人可能要吃到硬抢了。是的，但是你交围龙过来的话，有一个会倒的比较快，看一下96、97、98，快一点，能开还行，得去交道具防一手，有飞轮，有月龙，但这刀不是很好拿。一直处于这个围龙正中心就可以了，再射一箭。感觉星耀梦的话，确实今天的这个博奖的状态可能没有那么的好。是的，就前期被耗掉的围龙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一场远的一个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这里把愿力也打空了，另外一边门已经开了，应该是能保到一个平局。5比3，第一局。但这一局的话，其实。你像借尸的话，你去打这个娃娃，你处理的时间也比较久。然后飞行家的话，好像也不是很克制。空军有一把枪，你也不能说我这张地图去写，给他逮住了。但这个点其实也是可以选择先把玩偶放。看一下，这里是直接往海边的方向走了。没有选择去双11角落找一手接尸，而是直接想要动大龙这一手飞行家。技能被短暂锁了一下，但还是依旧交出自己的飞行器，上了一个球。而且第2个惊吓标记也是没能上到，那还是得去再拖一个双惊喜了。这波选择直接往下翻，那就是看你下一个双惊喜到底能不能拿刀。哎呦，没上到。直接选择交出飞行器，这边的话也算是规避掉了第2波的一个双惊喜吧，就看这个板区博弈了。但是这里是被砸了一个头，砸了一板，而且没有上到那个最后的粘土舞台惊吓标记。是的，所以是直接交出来移形，开第1刀。那手上还是有一个大喷的，看要不要直接去拉开。哇！但这波被上了双球啊！是这波上球还是上的挺准的，而且这一波的一个我直接击倒了。对，飞行器是没有拉开很远的一个距离。
也没有进入到一个安全地形。这个的话就是看一下机械师他的机械玩偶听不听话了，因为其实如果说你单看个人牵制的话，差不多是半台左右就倒了，就每个人半台。我觉得他主要是不想干扰到小木屋的一个密码机吧，不然当时在这个位置直接一个大喷进木屋，应该能牵制更长的一个时间。而且目前的话是大家都还在破译，还是让佣兵从远端绕过来？难道说要压满了？但暂时是没有想着要去卡半了。对，因为一开始上挂的时候大家都还在修。哎，不过这波的话也是能够去排到1花的位置。不过这样也好嘛，因为场内的一个化险为被追了。所以说他们就只救一波，压满去套一个圈，而且能够去吃满的自己的一个观众效应。是的，这样的话也是密码机补到了3台半，密码机的速度就会非常之快呀。大门那边是已经压好了，然后提前去跑点修一台大船，佣兵传过来能无伤救人，而且还不太好去摊双倒。这样的话。看能不能尽快处理掉飞行家，然后赶紧去接第2波节奏了。是要去等一个双重惊喜啊！没关系，还有第2段，还是能够击倒。我这里就能感觉出来了，对吧？这个密码机的话，因为你是外面多一个界师嘛。所以说还是修的比较快的，你就救了一波人，但是只差了2个半台。是的，加上外围的话，已经是让机械玩偶又摸了一个机械玩偶，非常欧呀！那你场上的局势就完全不一样了呀。这机械师等下可太忙了，是又控自己的大娃，又控自己的2娃的。是的。主要是刚刚也是控了机械玩偶去把1花的状态调满了，所以现在你可能要追他，还是得先去逼一下道具，然后才能把他击倒。但是到那个时候，感觉密码机都要压好了。是机械师他还能吃到他修就拿玩偶修机的那个加成，所以说还是有点太赚了。想动一下佣兵，但是还是比较难追的。这个护腕能不能省下来吧？交，也是拿到了一个状态，看一下能不能迅速的击倒，再起步上挂。板区应该是能直接击倒的，没有问题啊。要移形过来，但过来是一个娃娃，但是还是得先去处理一下这个娃娃。你觉得移形打一个娃娃肯定是亏的嘛？但你不打的话，密码机要修的差不多了。他这波应该要选择回来去换人。不过这波的话，其实密码机也还差半台。他最后的那个遗产要补。所以星耀梦那边是选择了往木屋的方向去牵一下。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可能就挂了，不一定会管，可能会去考虑找一下木屋的密码机。而这边是有一个连击的，你必须要修海边的一个3连。深追一下空军，看机械师那边什么时候能把人救下来？哇，直接开枪，很稳健啊！这边的话根本就不想吃刀。还在选择先调状态，觉得他们还是选择了求稳的这个打法，因为并不想给你太多的一些节奏。而主要这台密码机太少了，还是得去补好状态进行一个新修的。因为你要这台是一个70、80的一个进度，我还能考虑考虑。是的，不过是如果这样子打的话，得去补状态、补道具，因为他们前期的道具已经是被逼的差不多了。那你前期这么好用的一个枪跟玩偶都已经是没掉之后，现在就只能翻一点魔术棒了。而且佣兵也没有护腕了嘛，场上3个人都一个飞轮，直接是把镜下标记轮掉了。对，那感觉香梦应该能意识到街师的一个天赋选择啊。其实这把是可以考虑深追一下他的。不过他还是选择了先优先管一下密码机。
但这一波的话，其实木屋的电台已经是被修到了70了。先打残佣兵，这波再把他打倒。那佣兵刚刚是没有交出来绝处逢生的，想要移形去管一下空军，但是又选择放弃了，还是来了，还是来了。刚才一直在钓鱼，但空军那边是个半状态，感觉这波是能起到空军的上挂。就看空军这波能上钩了，能不能直接去迅速击倒，就能交出来。我这波是卡了一个夹角，所以并没有快速的击倒到空军。 所以导致海边那台已经是磨到60的进度。不过如果是这个打法的话，其实佣兵可能会被逼掉他的那个绝处逢生，然后还有一波手椅上面的拦截。感觉这把是有很大的一个多抓面的呀。是的，而且一花现在倒的一个位置是比较偏大船方向。那你如果海边那台停滞不前的话，其实他大概也是知道结石已经贴过来了，起不来要被挂了。战争后遗症也这个底 buff 太强了。想要迁到海边。 结石只能赶快去木屋里面救一下空军，但是又要被拦截住2个人了。但是感觉是不是就近挂会好一点？就近挂，然后因为海边停了嘛，所以可以回去看看他救不救空军。是的。那这样子的话，反而是给到了一个去救到空军的机会。不过因为密码机还不够，所以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多抓面。而且感觉救不到那个佣兵救不到了。对，求生者之把的话，只能考虑去走一个了，但也不一定能走一个。 走一个感觉有点够呛。现在还是不够，直接被打倒。要挂吗？应该是不挂吧。能争的话，肯定争一个4呀。毕竟上一把是劣势局的一个情况下。对项目来讲，这把是肯定要去稳拿这个4抓的。是的，而且知道你密码机其实还是不够，密码机本身离的也是一个3连嘛，都是在海边这一侧的，所以他把空军击倒了之后，其实还是有机会去管一下。如果你是起来之后，我还可以移形回来。没错。军，现在这个结石就比较迷茫了，对吧？我得躲呀。 但是如果说要去消乌鸦的话，其实也是在海边这一侧。他刚刚的话已经是拖了挺久的了，然后是的，也是一个满状态，没有办法，炸点了，爆点了，没有办法通过针去消乌鸦。密码机都在海边，你没有办法从远处摸到。是，而且你处理机械师的这个时间感觉也会比较快，毕竟是个2阶喧嚣。 看，等下空军这边，空军起来了，可以先回去管。对他把资源给交掉。不着急，我知道你海边的那台是比较少的嘛，机械师修不完。那这里就先把空军给追击一下，只要把空军击倒，没有自愈了，那就是一个稳稳的4抓了。好，直接击倒了。倒掉。但机械师的话是还在海边破译，看有没有机会跑一个，因为针的话是压的差不多了。想要直接冲这个地窖了。对，因为这边是甲板的一个地窖，而且它可以去扎针，对，所以这边也是让机械师顺利的逃出去了。其实感觉上来讲没有必要去这个小木屋，基本上是谁来谁死的。 这个藤蔓的话，配合自己的一个开门，没有办法去挡，必须要拉开很远的距离。而且杂货商的话，我觉得他有点，就他不是特别挑地图的那种监管者，他其实能够应对的地图还是比较多的。把人放海侧的，就你选木屋的话，我就拉大船；你选海边的话，我就直接拉木屋。然后你要玩跛脚羊那种的话，我就可以玩板区。是的，也是直接点到了海侧，那就是什么抓小木屋，对吧？直接去找弓箭手了。看一下。 哎，不过东玄这边是没有考虑去找弓箭手，不想抓弓箭手，想要去找一下18，而且这个点的话是赶2个人的点位。对，而且他这把是很精准的去找到了一个带圈的人，一个他妈赶过来，赶紧扣一个红球，好害怕。对，这个主要是针位贴的太快了，藤蔓这个距离真的很长。那前面的话在卡住自己的狩猎本能，不停的高移速去逼近。 下一个藤蔓是很关键的一个节点了，
看一下这波，求一下稳，先把他的球给逼掉，然后立马焦藤蔓就拉住。我这里有个板，哎呦，进不去了。拉住了。进不去的话是直接吃刀。而且你是很难就是下板，因为你一下板我就选择开门，对吧？把这个门给打开。 看能不能扭掉这一下。哎，绕地形把这个藤蔓给扭掉了，选择直接移形过移形来。的话要接杂技的那个有球有球，飞轮，但是有人过来接了，皮皮虾过来想开板枪，但是空掉了，直接被栏杆挡住了。哇，这栏杆看似矮，实则很高呀。是，主要是放心把后背交给队友，但是队友空枪了。 这下糟糕了，这个空军选出来变白板了，而且杂技的话岌岌可危啊！是的，这里还直接吃了个碎直接被石倒了，吞掉了一个化险为夷，而且是能够同时干扰到2台密码机。而且这波的话，其实他挂到大船底下的话，枯草那边是没有办法修机了，只能说先拉开距离，然后去拖一个卡半进度条。主要是你这把枪掉了之后了，你少了一个很强的断节奏的这个点，而且本来枪是用来保护队友的，你现在这个手段没了。 就你后面的话，你只能让攻略手来，但攻略手他在一个遥远的海边呢，他如果说选择过来的话，那你的这个密码机肯定是不能太够了。对，弓箭手要承担他自己本身要破译2台密码机的这个任务，感觉好像也是要压满救了，跟上一把的一个角色可能比较像。对，带2个圈的话，可能有1个圈被闷掉，可能还是都考虑压满救了。现在是的，当时如果那把枪打中的话，杂技起码还能再牵制1个半分钟啊。 因为毕竟他移形已经交过了嘛，对吧？拉不开身距。表过来，看一下能不能去预判到大副的位置。交个藤蔓。哇，E在椅子边上锁住，炸没有炸到。第3段摇出来。哎，想打震慑。我打到杂技了。有点想摊一下枯草，想想算了。 不太给机会啊！啊，这边的话也是没有让弓箭手过来，就是一个保稳保平的打法了。大副还要修船下吗？这现在是比较危险啊，他有可能真的接节奏啊，2台密码机。不过满打满算的话，差的是最后的半台，那台大船底的是多的。 这边要不要直接去交个技能找他了？不过感觉这把是能，这波是能牵制的。空军也是在双11附近起最后的半台密码机，节奏还是比较快的。有一个预判碎石炸到了。 让这个藤蔓咬住，碎石能炸吗？选择直接打。不过这样的话，小白能够补开底下的那台密码机，所以东玄选择了传送。守这边空军的。但这一波传送我觉得是有风险的，因为你现在大船底下开了，我可以让满状态的弓箭手过来压一下这台密码机，然后空军稍微牵制一下，把它带离。那一会儿的话，其实还多个人贴门。我觉得主要是他比较想争4吧，所以说他必须要交这个 TP。 不然的话，他就没有那么好的一个4抓面了。对，但是你如果说交了这个 TP， 其实就相当于是你不太能够离开这台密码机了。因为你不管他的话，压好之后，求生者他们是肯定能走的。所以说你要争多的话，你就得去摊一下。但新起的那台感觉能够在传送好之前压好，这边是补了一个橄榄球。 而且小白这边其实有道具，也还能牵制砸了一个头，这熟练度非常高啊！那可能就是小白自己牵制到密码机压好了，2台都已经很多了。这弓箭射晕，然后再砸1板，而且还能拉开身距。那就提前安排一下贴门吧。这把的话，感觉还是一个平局啊。 哎，这边是直接开了密码机，而且那边空军已经是贴好小门了。门的一个进度也是比较快，但他也是没有机会去守了，而这里还
处理不掉这个弓箭手，非常的秀啊！这个道具的一个释放，地窖的位置也是比较远的。那这里一个藤蔓交过来，暂时是没能缠到。怎么说这个藤蔓咬住，但是门已经开了，两边的门都开了。主要是弓箭手他本身没有给到什么机会。是的，那这样的话也是拿到了一个5比3，双方是这跟病患的红蝶脸都要笑歪了。角色还是太克制。但昨天其实也是顶着一个邮差加玩具伤，但最后是拖到了被3跑，看今天能不能那把其实发挥一下有很多的一个飞没有飞好，其实他自己有点失误了。十字形。哎，那这样的话，开局应该是手追了病患了。祭司的话在对角线逃脱大师，看一下追击的一个选择，先往感觉中场是去赶一赶。但是感觉是有点想要去深追枯草哎。这个点的话，还是选择捏碟去找枯草了。想要去吞化险为夷吗？这样的话，把被动打出来，再进窗，直接飞起来。但这下有一刀了，这熟练度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一波。是的，而且这个点的话，走了祭可能要司的洞。对，但是还是可能要被秒掉了。然后这个点其实你感觉走完洞之后跟钻过去，好像也并拖不了太多的时间。不过能耗出他第2波的一个道具，而且转到一个能够去稍微博弈一下的点位，会好一些。感觉对于这个陶大师的迷烟炉，他是想要看得很悄悄的清晰啊苟一下，但是被发现了。半状态怎么躲得住呢？那闪现过来直接击倒，其实击倒的时间还是很快的，差不多是2台密码机。因为前期祭司是消耗了不少的时间去帮忙打洞。这样的话，其实对交易来讲很舒服啊，因为你前期少一个人修机，而且我还吞掉了你一个化险为夷，对吧？你这把只有病患一个单搏病等于，而且陶大师他是一个很难26的一个角色。这把的话，感觉对于监卫者来讲会舒服很多。看看手椅吧，病患这里已经偷偷往后面去绕一下，对，往后面绕了，在2楼下直接打一刀。然后你这一波的话，阵容上面没有人能够过来帮忙拖时间，所以你在前期牵制的有点不太够的情况之下，可能这个密码机会不够。等下3台2挂，我有2台密码机的话，都是修了一半的。对，但是因为你压满过来救的人，其实他是没有携带手化险为夷的。对，这波想让皮皮虾过来，肯定还是不够的。就打洞就在跟钻，但是还是有一些要去补的密码机。打洞过来，这边的话也不能选择扛，想进洞太难了。但是感觉进不去啊！对，你光是他自己本身走过去是来不及钻洞的。 3台大遗产，而且脸上有一个半状态的祭司，这台密码机也还没开，直接选择了传送过去找一下皮皮章，我直接倒了，坏了。但是密码机也没抢开啊。有没有一个强挂地下室的说法？来了。 想要去强挂一波地下室，那祭司是半状态，他应该不能来救人的。强挂地下室他赢了呀！哇，这争胜面非常大。要选择直接开呢？但是他没传送，所以感觉还是有一些保平的机会。确实，而且这个人好像要浑水摸鱼下去了，密码机也不亮。
想要来管一下密码机的话，其实能钻洞走啊。走了之后可能就只能补一些短板。这波是直接击倒了，那还能再去刷一波祭司的挂。这波就挂远吧。 因为已知现在密码机是已经压好的情况之下，你刚刚救人的这个人从地下室出来的，对，可以考虑一波挂远的一个路程脚程变长，那他也能多拖一些自己的传送时间。已经看到了18的位置，来个飞天落地刀，没有打出效果。 但起来之后，其实感觉他们几个角色都不太好去拖，可能会去给到一个速抓的机会。看能不能尽快去处理掉吧，因为手上 T 已经传送已经拖好了。如果说能秒掉一个人的话，还是可以去争多的。交一个短飞过来，看一下18，还有大喷有飞行器直接交。中场的话是一个地窖的位置啊，就这边直接选择传送了，有点。但感觉有提前动，哎，钻不了，先把洞清了。 身位也不够，架住了，坏了！直接倒的话，其实这个点另外一个门还没点过，对对，这样的话中间得有个人过来卡才行。这波能不能再去管一下？不过管了之后，其实那边抬钩过来救人，感觉也是能够的。 应该还是比较偏向于一个平局，但东玄这边想要去回头找到过来救人的人，不好说呀。如果说这里直接找到的话，还是有机会争多的。地窖的位置也是离得会比较远，地窖是在靠近狮子楼的内侧，所以东玄也是先去排一下地窖的点位。先确定地窖的位置。 这样的话，哎，但那边皮皮章炸点了，而且这个门开不掉，只有一半的进度。没办法，他不敢去冲这边的一个小门，他只能在这边卡着。那手上还有最后一个钩子，想要冲地窖，但是挽留还有20秒，脱不掉呀。也本身有一个非常强的位移能力，直接过来没打到，但是这个板子一下已经是没有博弈空间了。15秒的挽留能做到吗？自己板局博弈。是的，不让飞。 这个飞不能空哦，直接打倒了，可惜。这样的话，应该还是一个3抓局。哇，朱雀这一把的东西就有红点，可能优先级都比野人会更高一点。尤其是最近鹿头在后手登场的概率也是比较大的情况之下，鹿头他这个觉得他是有上限的。你这样觉得鹿头可能没有2阶的话，他就比较弱，但是他这个大防。 感觉可以直接点在右边，对，因为反正是鹿头嘛。而且大防的话，你可以先布夹，然后把求生者往外面去压。是的，这样的话呢，他能把花坛的求生者去上来，直接是选择交钩贴近身位，脸上的话是阿远。这个点位是有练过，直接就可以直接交钩贴脸了。而且贴近身位的速度非常的快啊！而且我感觉就是在这个位置的话，你想拉近大防。 你没有一个双弹还是比较慢的，对吧？他带一个纯博，这也要勾门，提前去交道具了，不是道具感觉要直接吃刀啊！看这个封了，但交完封之后，其实钩子是没有断机会，对，没有断，是断了现在。啊，现在断了，先封夹，要把你回2楼的路给你锁死了。下一波钩子马上就好，这边让苦痛伤过来了，满状态无逼吗？来的这么快吗？ 感觉可以一会儿再来啊。说实话有点危险，那万一我打你古董上，哎呀，没勾到，2个人谁都没勾到。这是还交移形吗？移形开刀，但移形开刀的话，跟你绕2楼，你没有办法去破解呀。但是等下在2楼画一个层云飞走了。对啊，感觉这波移形开刀有点仓促了。哎，来了，已经画层云了，等你上来直接交飞走了。古董伤再来。 哎呦，又给2棍，3棍，但是有气象在卡指格嘛，勾一下。那就先打一刀古董伤吧。对，飞轮走还是要吃刀。
反正气象那边其实已经是有点拉不太开了。觉得话，虽然说时间是拖了很久，但是毕竟少一个人修机啊，也不是很赚吧。就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节奏。现在就看一下仙欧梦能不能快速再击倒了。不过这把的一个技能是应该会开得很快。 而且因为古董商变成了一个半状态之后，他们是选择了换了一台密码机去修，那中间其实又增加了一些跑图的时间。哎，这个板口，但是没有勾进板区，还是拿到刀了。那你这波挂完的话，其实还是会干扰到古董商的一个破译。没错。所以野人那边得赶紧贴过来才行。你要过来救人的话，我这波应该是可以开2阶的，一勾一刀，然后救下来再打1刀，就差不多就2阶了。 直接选择从2楼下来。那你下来的话，就直接定点勾了呀。打，擦刀速度飞快呀！刚把你掏下来擦完了。这里的话还在卡位，不让他进大房。那边大房其实也是封过夹了，他就想把这个人留在这边对，去卡住这台遗产机。然后那边有古董商的有的2台遗产。 但是这个位置的话，还是能够把人往回牵。啊，他给挂回这个大房产密码机。现在的话还通到了野人，你这个救人压力还是很大的。是，只有火灾能过来。 而且古董商那边也是跑了，先跟野人去进行一波调整。如果再不调整，可能后面会被续节奏尾，而且就在脸上。主要是这把状态太差了都。又一刀火灾，先打针对。但是前面已经是封过夹的，感觉不太好帮吧。这波打到了火灾，比较难打，火灾是可以扛到倒的。 但感觉这波陪跑的收益好像不是特别高，因为刚刚火灾那刀感觉本来是不用吃的。看古董过来 OB 了。对的，这时间的话是也拖了很久嘛，就是大家只有一个人在这边修机会慢很多，而吃一个吃了个落地刀，再吃一勾，勾到了，再打1刀，还有飞轮反应非常快。我天哪！ 那如果这里直接缺口跳下去，其实下面古董商又过来帮忙了。隐形下来，直接接了一下。那这里撑不住了。现在外围是一个全残的状态，这个得是你陪跑一定要陪跑出来才行。不过还好，密码机的一个进度也是比较多了，还是有说法。不过感觉直接过去的话是能有机会拦到的。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至少能够去对，至少能够去起。哎呀，哎，这够空了，那有点炸，密码机够了。本来是有机会去打一波全残的压那个手椅。对，现在的话他只能打这开门战了，而且技能的话是没有好的，我觉得他这玩意只能切插眼了。但是也只能选择先去把人赶走。 还在绕，这样的话能勾到，把野给击倒。这门还没有开，但是没有技能过不去，哎，很尴尬。然后那边的是已经要开了。对，如果他这个时候手还有一个技能的话，那就有机会了。其实还是感觉你在挂飞气象之后是有一波能够去争多的机会的。这样的话还是拿到了一个平局，依旧5比3，还在焦灼。 还是朱雀他们的一个优势啊！现在打了3个，确实是更好打一点小哥家嘛，而且他们有这种抢救人的能力，就没有必要说我硬上一个帮帮。但感觉今天好像朱雀他们在阵容选择上面都喜欢就是带一个 OB 位，但是不怎么用回状态。 选在这个鬼屋跟桥上，哎，打这个艾维这样选点吗？
那我不是要选那种1-4人过去一排，一溜我都对啊，一排过去都是圈，都修不了级，都是逃骗范围，都修不了级。而且如果密码机你压，这样的话，虽然说4个人抱团抱在一起啊，但是开局拉点一拉开还是挺散的。那这终点这个半场还是比较难破译啊。但是还是把1-4人拉回来，想要去追击一下阿远。说家的话，毕竟点到了脸上，还是比较有想法的。卡在这个逃骗的位置嘛，但是好像很尴尬啊，这里被架住了。哎，还往脸上走，那你交一个换位。哦，他想利用换位换出圈也可以。但是可能会保持着一个比较高的侵蚀度啊，这样打的话还是有点风险的。哎，主要他这样打的话，他得自己主动等下回到那个逃骗里面去消。对，他得等一个飞轮好的时间去偷看，要不就对等飞轮主动去消，不然的话他可能会被秒啊这里。哎，而且这里的话约了吗？还有闪现，直接闪倒了呀！啊，飞轮还交了，直接闪倒了。不对，这个真的不对。说实话，这个当时他飞轮好的时候，他直接上对那台直接过去消就行了。对啊，对吧？哪怕你那个时候等你闪现一刀，或者说你走路过来给我一刀，我起码不会一个高侵蚀度被秒。而且你的身位太近了，不太好偷看再消。对对对，很容易像刚刚那样变成一个 A 晕。你要偷看的话，你必须得是稍微远一点点。对对对，看的时候下板。反正这波是很伤的。这样的话，打一刀大负还行，看看能不能26起来了。毕竟他其实闪现交过了嘛，然后侵蚀度的话也不是很高。而且终点站台那边逃骗会比较多。哎呦，被本体吼到了吗？但这里过去的话，会贴着那条边过去，会叠一些侵蚀度的。还好，1-4人没有吼到。但是感觉他这个位置也不太能牵制了，直接一个技速落地秒了。哎，不过这边卡窗了，没打到，而且再换了一波换位，那差一点。是的，而且这样的话，其实拖的时间就会有点久了。对，相当于他这个26把那个16的时间拖回来了，多拖了很久。这位置想要再击倒的话，还要再去上板侵入，但是就比较困难了。对。这个板子也是没有选择直接踩掉，59等于0啊，没办法。你看左下角已经提示牵制了很久了。63，这下也没喷到。但这个26太成功了，有点太久了，266到密码机快够了。对的，就是还是那个隔窗刀会。哎，再自己消这么细节，哎，但差一点。可以算是一波。这个将功补过流，而且这把的话，其实还有个问题，感觉星耀梦的1-4人其实让狮子楼的台修的太过于舒服了。这台虽然是1-4人在旁边，但是没怎么管，没空啊，对，他一直在追击啊。这样的话，把压好的那个帐篷给亮掉，再回来补一下狮龙，放一个跳板。完全是有化险为夷的，这波救人还好没有震慑，那直接跳板走，马上就压好了。密码机的话，其实只差最后的20，有点急啊，能不能来得及？叫飞轮出圈，飞轮，但是还是被击倒了。那要倒，波坤这边推了一波，他能来得及牵人吗？感觉有点来不及了，牵不到，牵不起来，亮了。所以1-4人是赶紧想要去调到终点门去。知道为什么昆虫厉害了吧？他这个硬控你，把你推走了，你就没办法呀。插刀时间你本身就动不了。哎，他这里是慢翻，这个闪现打了个落地刀，能秒挂，再寄宿一下终点，这把还能保平。而且起点站的话，其实也是刚到。我想争胜的话，好像是有点难了，因为技能也刚交过了，而且挽留的时间等一下可以拖。这传送到终点，前站的门应该是管不了了，这边应该是能稳定点开的。起点门是开了。对。把自己偷的赶紧跑，不给你留逃骗。哎，我觉得他要不要等那个有了黑圈黑边之后再去出门啊？是的，感觉有点急。他直接出门的话，这个队友就有点难走了。他本来可以调虫子过来帮一下的呀，对不对？他可能可以调昆虫过来帮一下的。但是平地还是会给到这一刀啊。对啊。哎，不过搏到板了。
但是还是比较难溜吧。但是也算还能接受了。而且啊两个人的跑点有点重叠吧？这要硬冲起点门吗？不，大副是有表，他是无所谓的。看玩具怎么走了，走不掉。哎，空一刀没事没事，还是会倒。还行吧。那其实两个人走位重叠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是有风险的。其实我感觉昆虫不走，他在门里面用虫过来帮一下玩具的话，有说法，有3跑的可能性。不过最终也是让星耀梦保到了这个平局，能打，对吧？我们从阵容和地图上来讲，分析一下是确实能打，但是这个角色他的容错率不高。对，主要是前期没开技能的时候会被牵制的比较久，而且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个直接下板，就有板我就下，不是想要的人。但是桥上，但是无所谓。不，我跟你说，桥上这里是透视的，就是对他直接看，直接他这边是没有任何障碍物的，他从桥的这。看一下东玄这边直接就是抬着18的方向去了。哎，这里是一波直接飞，但是这个点的话，对于18来说是能进到帐篷2块板的。他能进吗？而且灵柩也是放在了这个断窗后面。是的，其实前期的话并没有拉进一个特别多的身位，还是能够去牵制的。要等下一波的一个闪传了，等一个假闪，然后把它架住，利用假闪的一个减速去追击。是的，不过也是能够再拖一会儿。主要是入殓师现在被架在这个位置了嘛，他有点动不了。哎，直接飞过来就是一刀。而且张狂马上就要起，那有小白的话，一个高移速的追击，感觉还是比较难牵制。是的，这个点的话是选择往帐篷里面去转，这板一踩，那就都是大空地了呀。其实有点带不开自己本身的一个灵柩范围啊。你看这个吸魂直接踢到脸上，有一个飞轮能博弈吗？骗一下，哇！利用自己的一个后续的延迟刀气，刚好等到你的飞轮结束再命中，很细节的一个操作。不过感觉其实入殓师在前期的牵制，我觉得并没有说做的特别好。感觉还是能够再去牵制一会儿的。你就算受伤加速往另外的板区去转，感觉也能再拖更久。我觉得他最难受的点就是被架在了那个窗户后面，没有办法转点。这样自己反身回来的话，但是有个闪现没吃，而他就不就是吃不吃闪的问题了。吃不出来。对，这个真吃不出来。吃闪的话就不吃闪了。是的。那你第二波的话，你要不要考虑直接卖掉呢？如果说你选择过来救的话，这个佣兵可能会形成第二波节奏衔接的目标啊。如果说你选择救人开圈，然后移情给佣兵的话，那你这个心理就等于是一个白板，对吧？是的。所以说你必须要取舍一下。但感觉他们这个阵容本身已经是很难再去帮了，要帮就只能扛。对，而且他是知道枯草的位置在脸上。还好有护腕的话，不要被打断，弹过来。还好。飞刀掏下来。但这波是没有选择再去保一下18了。肯定是没有2636的，而且这边也没有 OB 位嘛。对于监管者来讲的话，他的一个后期节奏还是有说法的，还利用自己的一个闪的交互减速去减速到这边的一个破译，而且心里是必须要花时间去给佣兵移情的。已经是移满了，枯草是摸了一根魔术棒。那接下来这几台密码机的话，你就得想办法去控了。主要心里那边太危险了。一个预判，大差不差来到了脸上。这样的话，板子得直接拍。哎呦，被骗了身位，感觉要吃一刀了。续刀过来，飞轮。飞轮还好，还行。不过有闪现。但他应该不太敢交这个闪吧？这个不能翻，翻了就要交了。对，看你翻不翻吧，翻的话就交。现在已经是接上了桥上的那台，就看东玄是选择了管桥上还是管心里。得控密码机，不能让求生者去第一时间修，必须要逼他们兴起。小黑过来逼掉一个护腕，那边是让火灾跟心理先去调整一下状态，打破状态，直接闪现开佣兵，知道那边求生者不敢修，而且多的遗产是在佣兵的附近。3站桥上都是比较近的密码机。这里的话，感觉道具要被打完了。
下一个伞应该是要考虑控一下密码机了。他这里的话好像是击倒不了。是的，而且3站也是多起了一台。PP 张提前已经是通过队友的爆点先拉走。对的，3站也在给你压力啊。你如果说你不飞桥上的话呢，也不行。总而言之呢，就是把你困在桥上的一个密码机附近。这边假伞照到火灾，结果打一下道具。哎，再骗，把他骗回来。同学这个速闪的话，确实很有说法啊。我的慢翻要吃刀了。但是已经是打掉了佣兵跟火灾的状态。密码机的话有点控不住了。哦，新起那台实在是太多了，它不是在一个可控范围之内。是的，两边我都在修，都有人。但是问题是，这个开门战其实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有机会被多抓的，主要是你的道具上面不太好用，然后心里那边又是个白板，有点少，我这边可以直接亮了。位置也有点尴尬，看能不能多撑一会儿吧。就看这个摇铃能不能快速击倒了，而且没有人能第一时间贴门嘛，还是要跑一定的图的。哎，被骗了一下走位，红光还好反绕，但是还是被打到了。那个佣兵的走位，现在的话我再点门，但是它是一个速闪之魂，不过飞过去的话是小白，有点留不住人啊。感觉是能做到开到的，这个门好像是能开完。对，因为你是要蓄力过去嘛，你不能直接过去。蓄力过去，直接丢伞过来，门还来不及，太远了，可惜啊！这一波的话，如果说能够一个问题是，好像喧嚣比歌剧更怕骑士吧？对吧？他的歌剧的一个技能锁就锁了，这喧嚣的技能一锁，你就被拿刀了。对，怕你说你一直去翻窗，或者说去无脑的下板。好，这个点的话，要从中场过去先压迫一下心理的走位。18那边已经是选择了一手提前翻，不过皮皮虾出来拉点，东玄这边没发现。往这个正3一扎是要逛街了。这里是暂时没有人的，全都拉到木屋方向去了。那这个地方如果他提前拉走的话，感觉东玄那边是没那么快能够贴近到身位的。稍微回了一下头，上到一个粘土舞台的惊吓标记，那还是得等下一步的技能。而且火灾在这个阵容里面算是比较能牵制的。这的话想赌一波门，拉开了很远的距离。发现东玄从这个里面反绕，直接往扫机走了。哎，上到一个。地上怎么打到？被躲了。那这样的话还能再等下一个双龙惊喜。是的。这手上也还有个气囊。哦，那这波翻过来的话，是会直接给到一波，而且移形接上。是的。还好移形的一个落点。太敢了。哎，但是这波有点点小失误了。又弹出去。第二时间弹，不草想要过来帮一下，预测技能，再预测。哦，但是还是直接击倒了。我的天哪，预测2波技能。没有想到第2波东西真的出刀了，但是还是摊到脸上救人位的一个状态。那他得找个地方去找移形了。哇，这当面移吗？通缉到你了呀！来得及吗？能来得及。来是来得及，但是可能会被逼秒救。对，我的天！哇，东玄完美的反向预测，这手骑士的话是被东玄给判断到了。是的，这个人还好能下板救，套一个快铁梅移。那是因为第一波的牵制时间不太够，现在局势比较偏向于监管者。而且第二波救人是秒救的，对吧？这波救人是直接秒救。还要去不停的卡位这个火灾，让他没有办法转到里面。哎呀，这个时候过来了，直接选择让他吸下来，没有选择放下来。我相信自己能快速的去处理。是的，但这波的话也是走位躲了。哎呦，你等于让谢幕了，身上还是有磁铁的。但这波我觉得还是得去处理一下勘探员才行。你不处理的话，其实还是挺难挂上的这个点。控磁，那还有一个磁铁又来了。
哇，直接不放了，就是头铁。豫章这边刚才一直在控词啊，但现在密码机也是拖到了3台半，了一波时间。直接选择移形过来去找皮皮章。 还是一个逼救的思路，但这把的话，他们是选择让有圈的心理过来救的，都很敢翻，好吧，都很敢翻。但是最后一台是有点慢了，得先把这个圈开出来才行。密码机肯定是不够嘛，是吧？保平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看一下监管者这边能不能去争多了。但是皮皮章那边又想过来操作。 因为缺的其实是枯草的那台，并不缺过来救人的心理的那台，所以皮皮章确实也可以来一块磁铁了呀，就稍微来一下呗，拖点时间也行，万一呢？但是还在控，这波不吃压力，下来了一波，极限吸，密码机只差40，但这波要被击倒的，拖不住了。 没东西了。如果火灾那边有个飞轮，感觉可能能够，但现在其实就是差最后枯草起的那大半台。这空中飞人飞过来，飞到脸上，骑士这里只有一个头盔了啊，但是外面全残呢，所以是安排了皮皮章赶紧偷偷摸摸过来，想要去补一下密码机，但是东玄那边也是防到了，预测技能。 然后东玄觉得你第2下可能预测的是出刀，我就不打了。而且他也是知道求生者的一个打法，可能会安排别人过来。那这样的话就是不能有人倒了。哇，这波是直接击倒了，惊喜秒掉。但是外围的那台其实暂时还不够。再打一波手蚁拦截，他这把能上挂，这把是能争胜的呀。是的。 这把是能争多抓的。我这把能3的话，等下就必须要4了。对。求生者他这个人是不太好救的，得等压好。看他千万不能提前倒。哎，小心啊，要被上双球了。是的，不过还好是没有上到。哎，这个吸的好。也是有了一个身位能够贴到椅子面前去救人。 那空中飞飞过来，但是这下感觉要倒了。没关系，能救，我反正能救。但要感觉要自己要倒。你手上还有个移形。现在心里才刚刚点上大门，看能不能去找到后面排人的这个人了。 东玄的话，先确定一下耳鸣的范围，防止你在那个1号机那边去救嘛。是的，但是这波来了，这一到了，飞过来。现在就是看他能不能走到这个地窖。哇，根本蹲不了啊，露脚印、啊。门开是开了，但怎么走到墓地的地窖呢？有磁铁，这样飞过来，他是先拉断磁铁，然后第2时间直接空中飞人飞过来，再上。 还在走位，再上被击倒了。而他一直利用红糖去锁看那人的技能，没办法，拿下了一波3抓。哦，那好像4的时候4的，因为他说到底还是一个走地追击，感觉教练这边也是一直在安排，压力确实很大呀。杂货商争币4局，对吧？ 同样杂货商的话，他没有那么好去管控你的密码机。你要说真的封密码机中走地的，你可能还不如蜡像师，他封机的能力会更强一点。是的。看一下，他一定要说我第一波寻者就能打一个出其不意啊，就是我可能直接把一个人满状态给秒了，利用我的碎石、藤蔓2波的一个控制衔接去秒人。 最好是能够迅速击倒一个，然后去攒一波爆发。哎，不太想找邮差，想要去外面找一下救人位。哎，大副直接被追，天摇表了，但是寻者还有5秒就好。这边的话想动他，要不要直接放呢？这个大副来的，第2段也摇到了，第2段也摇到了，要不直接放吧？可惜他摇到了，摇到的话不是很好咬。
要一直去那也还按行吧还好，因为本来巡视者就冲着这个大副来的。这样的话是准备一炸一刀，啊，先炸一下，然后直接补一刀，拿到了。而且这样的话手上有会藤蔓进到一个表的 CD， 对，感觉直接加藤蔓藤蔓拉距离，过去有会秒，有机会，有机会但是，这个藤蔓，但是有碎石啊，他在前面这个板了，大副是没有牵制的空间的，没炸到。哎，可惜那。这样的话要续出来第2个表了，你只要板子一拍，只要这个表摇出来，这把基本上有点难了，坏了对，摇到了。哦，坏了而且这个碎石也还没看到歪了一点点。坏了，那这个两波表拖出的时间就非常久了，很难去加上大副的屁股比较铁，对起节奏了。而且他这里的话，小走位是很细节的，一直不给你升距。哇，再反摇回来，不过还好，但是已经是3台了。迅速反应回身打了一刀就。这波巡视者并没有达到一个特别理想的效果，1分半钟，我觉得对于一个杂货商来说还是比较慢了。那这波是闷掉了化险为夷，顺便挂到了大龙的边上。这样的话，大副他主要是也太耐做了呀，你抓了一个超级耐做的，那这个密码机观众效应我吃爽了。对吧？我在外面我压住这4台密码机我不亮，我可以一直光速修机，而且它也没有什么26，我是可以考虑卖掉的。是的，加上你像玩具商，它是有一个位移能力的，能够在远处进行卡人。就是如果说你拦出来的话，我就直接去偷了。对于项目来讲，他如果说不能开局一上来就秒的话，是很难争4啊。看能不能有一个秒第2个人的说法。但是秒完第2个人还得救不了才行，感觉你光是秒了还不够。他就是这波拦住这个救人，或者说反正得秒玩具商，好吧？这波让他掏下来的话就比较难了。一直不上当，就是不掏。那这样的话也会有一个持续这么久，压力完了还被拉住了，人也救不下来。直接飞了，那这样的话能够再想等下一波秒。是的，再一个炸一刀有没有？开门过去感觉还是有机会，有机会，有秒了。有说法，有说法。是的，这一波的话会压住4号机跟2号机的遗产，看一下2号机才能硬开。他这波非常细节啊，他在远距离用藤蔓一直卡住这个救人的位置，让你不能摸椅子，你一摸椅子被我控住了。而且那波淘汰进度条已经是卡的比较极限了。对你再不救的话，你救不下来了。看一下这波心理的救人。心理的话处于博震慑啊，不然还是比较难救，比较好救的。哎呦，好害怕！对，好紧张。好怂，一摸椅子就射杀手了，真的不能震慑啊！难道说，哎呦，才救下来，而且还是扛到了玩具商的这一刀。那现在其实就是去补一下4号机就行。对，只要把密码机补掉就行。玩具商这里倒了就倒了吧。要我说就直接亮，对，直接亮。然后你没有不直接亮的，一个人开门，另外一个人直接爆了，就是你不是这要换人吗？直接送给你了，对。切船，但大门是没人的。大门有个惊爆天，但是小门管不到了。对，他是没有点门嘛，他就在大门边上晃。这样的话，开这个门能第一时间去秒吗？还得花时间去赶小门呢。炸一下，已经来不太及了，那边已经点了一半了。抽是抽倒了，但来不及。好像只能平局。因为他唯一的机会就是那波心理过来打到震慑。又是一个5比3吗？是的，5比3。但是最终还是让我们恭喜朱雀战队，哇，真的非常不容易啊，是不是？